霍华德虽然根本不知道是谁绑架了霍格维茨那倒霉的父子俩，但他心里很明白，对方一定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肯定被藏在华夏某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俩就忽然出现在了海上，而且人家张嘴就是10亿美金。敢要这个金额的绑匪虽然少见，但也并非没有。但敢要这么多钱，还直截了当告诉家属，钱给了也不放人的，这还是尚属首次。面对这样的绑匪，珍妮如果不给钱，对方肯定会把这件事情捅出去，让他被冠以冷酷无情、唯利是图的帽子。珍妮嫁人之前姓罗斯柴尔德，所以一旦珍妮成为众矢之的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会面临无妄之灾。所以霍华德自然希望他能够老实给钱，而且他也并非在忽悠珍妮，只要这钱给了，他有无数种办法让珍妮名动全球。怕就怕这珍妮眼里只有钱，死活不愿意出这10亿美金，那就麻烦了。不过珍妮倒也有她的苦衷。霍格维茨家族原本是她的老公在掌舵，儿子失踪之后，老公救子心切去了华夏，没想到也被绑架。现在家族各大事务虽然都是自己管理，但架不住老公的几个弟弟虎视眈眈，自己一个妇道人家，哪里是他们兄弟几人联合起来的对手？所以一旦将来自己年事已高，家族的掌控自然就会被逐步瓦解，到时候恐怕自己这个外姓的女人会被直接架空。现在的自己急需一个机会来增强自己对整个家族的掌控。如果10亿美金真的能帮自己塑造一个完美人设，再加上霍华德·罗斯柴尔德的承诺，霍格维茨家族绝对不会再有人能威胁到自己。想到这，他咬咬牙对霍华德说道：“族长阁下，我听您的，把钱给他们。”很好，霍华德松了口气，安抚道：“珍妮，你放心，这笔钱一定会物超所值。你先给对方回个信，告诉他们你会尽快筹措10亿美金的加密货币。我现在就安排一个记者团队过去，从此时此刻就开始对你进行24小时贴身跟踪拍摄，到时候这些都是拿来炒作的素材。”珍妮没想到霍华德竟然如此上心，顿时便仿佛吃了颗定心丸一般，激动地说道：“那我就一切遵照族长阁下的吩咐去办。”就在记者团队开始对珍妮进行全方位跟踪拍摄的时候，远在金陵的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接到了他爹霍华德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，霍华德开口道：“史蒂夫，这段时间在金陵挺辛苦的吧？”史蒂夫赶忙说道：“父亲，儿子为家族分忧，在哪里都不辛苦。”很好，霍华德对他的态度非常满意，笑着说道：“你也不用继续留在金陵了。今天霍格维茨家族收到了绑匪的讯息，那父子2人不在金陵，而是在海上，你可以准备准备，尽快回来了。”史蒂夫早就知道了叶晨的安排，所以听到这话倒也并不惊讶。不过他还是故作郁闷地骂道：“该死的绑匪！我还以为他们就把人藏在了金陵，金陵这1亩3分地都快被我挖地3尺了，没想到他们早就把人给转移了出去，真是狡猾。”不要紧的，霍华德笑着说道：“让你过去，无非也就是给旁系家族一个表率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很在乎他们。你作为家族指定继承人，整个家族的2号人物，亲自去帮他们找人，已经非常给面子。现在证明不是你能力不行，而是情报有误，所以你也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来了。”好的，父亲，史蒂夫开口道：“既然金陵已经没什么事了，那我这就准备，尽快回去见您。”好，霍华德满意的说道：“等你回来之后，我们要设宴款待一下那些旁系家族，再一次加深他对我们的感激和依赖，这也是为你将来继承家族打好基础。”史蒂夫连忙用非常感激的语气说道：“谢谢父亲，谢谢您的一番苦心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史蒂夫心里却在骂骂咧咧，郁闷地说道：“说的那么道貌岸然，我就是想忽悠我一直当这个所谓的指定继承人吗？叶城要是能再让你多活50年，你未来49年内都不可能让我当上族长。指望亲爹，还不如指望叶晨。”史蒂夫在电话里又跟父亲客套了一番之后，
这才挂了电话，然后便赶紧给叶晨打了过去。此时的叶晨正在驱车前往紫金山庄的路上。10分钟前，林婉儿给他发来信息，说有一些新的线索，要请他到紫金山庄面谈。而且贴心的林婉儿还准备了茶点和晚餐，邀请叶晨围炉煮茶。叶晨自是欣然答应。电话一通，他便连忙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父亲打电话让我回去，看来我不能留在您身边，为您分忧了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我也没什么忧好让你替我分的，既然他都让你回去了，你就赶紧回去吧。”史蒂夫赶紧道：“叶先生，之前能不能请您吃顿饭？”叶晨道：“吃饭就不必了，干脆折现吧。”史蒂夫一愣，讪笑2声道：“叶先生，您真会开玩笑，在下是真的很想请您吃顿饭，还希望您能赏个脸。”叶晨问他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去？”史蒂夫道：“没什么重要事情的话，明天应该就要回去了，不然的话也不好跟我父亲那边交代。在他印象中，我肯定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里。”叶晨道：“那就明天中午吧，天香府你看如何？”史蒂夫激动道：“太好了，那就明天中午天香府。”好，叶晨道：“那就明天再见吧，我还有事先挂了。”好的，叶先生，明天见。天气愈发寒冷，紫金山上也已经鲜有什么绿叶，除了一些松树之外，大部分的树木都已经掉光了叶子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与树枝。当叶晨来到林婉儿在紫金山庄的顶层别院时，却赫然发现先前从滇池带回来的普茶之母竟还长得郁郁葱葱，叶子比之前又多了不少，而且也大了不少。一身少女气的林婉儿此时正守着普茶之母，在她旁边用文火煮着茶水，同时还在炉子边上烤了一些银杏白果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焦香味道。见叶晨进来，她笑脸如花，开心不已地说道：“叶公子，快请坐，奴家已经煮好茶了，正等着你。”叶晨点点头，来到他身前的凳子前坐了下来。林婉儿小心地从烤炉的铁网上抓起几颗烤得发黄的白果，白果温度较高，她不敢一直捏着，便在2只手里慌忙倒换，仿佛杂耍一般。白果在双手间来回倒换几次，温度也降下些许，她便将白果捧在嘴边，轻起樱唇吹了吹，这才将其中一颗剥开，递到叶晨嘴边，一脸期待地说道：“公子尝尝看，奴家中午才从山上捡回来的。”叶晨盛情难却便张嘴吃了一颗，又苦又香，颇有嚼劲，倒也是一种别样滋味。一颗刚吃下去，林婉儿又剥了几颗递了过来，接着又给叶晨倒了杯茶，一双纤纤玉手自叶晨进门起就没闲下来。叶晨喝了口茶，这才放下茶杯，问他：“林小姐说有新的线索，具体什么线索？”林婉儿道：“公子先前查到的破青会在新加坡的那家航运公司，已经卖给了一家法国企业，法国那边好像还挺着急，公司刚变更完，就迫不及待地用那家公司的飞机开始运输了。”叶晨皱了皱眉，破青会不是已经进入蛰伏期了吗？怎么忽然把那家航空公司卖了？林婉儿道：“这也是奴家想不明白的地方。按理说，破青会不缺钱，没必要把公司卖掉。而且这公司还是他们全球运输的核心运力，而且现在又是蛰伏期，更不该搞出这样的动作。所以奴家怀疑，他们是不是已经察觉到那家航空公司已经不安全了？